大家好，我是先锋君。海贼王带给我们许多热血和激情，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动。我们向往故事中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也向往着拥有那些伙伴帮助我们、陪伴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海贼王中给我们带来感动的8大瞬间吧。第一个，我想要活下去。罗宾从小就失去父亲，母亲因为要调查历史正文而将罗宾寄养在亲戚家。尚且年幼的罗宾饱尝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又因为恶魔果实的能力被周围的人讨厌。也许是因为母亲基因的缘故，罗宾对考古学十分感兴趣。后经由克罗巴博士和奥哈拉的学者们引荐帮助，年仅8岁的罗宾就通过考试，成为奥哈拉最年轻的考古学家。由于世界政府惊恐的一段800年前的历史公布于众，因此向奥哈拉发动屠魔令，企图抹杀奥哈拉的一切。8岁的罗宾亲眼看见了血腥的残杀和生死离别的悲壮。但是幸运的是，由于时任海军中将的亲挚念在和罗宾的朋友前任海军中将萨乌罗的旧情，于是将罗宾放走。从此罗宾踏上了漫漫的流浪之旅。由于从小的经历让罗宾十分的没有安全感，常常活在惊恐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成年后的罗宾偶尔会表现出一些黑暗的想法，比如看到一些事情就会联想到不好的、不幸的结局。而由于罗宾拥有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世界政府将年幼的罗宾挂上高达7900万贝利的悬赏金，并称其为奥哈拉恶魔，试图将罗宾赶尽杀绝。还仅仅是小姑娘的罗宾，由于这个身份以及高昂的悬赏金，在流浪的过程中经常被人欺骗、出卖，常常是死里逃生的活着。久而久之，罗宾开始以欺诈和掩盖自己的手段艰难地活着，从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腹黑女，直到20年后遇到了草帽团。罗宾初期接触草帽团，并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在罗宾的印象中，草帽团和巴洛克工作社或者以前接触的那些海贼团一样，都是为了利用自己或者觊觎自己的悬赏金，所以他也打算利用草帽团一把，让他们助自己摆脱克鲁克达尔。而在一同经历了阿拉巴斯坦和空岛冒险之后，罗宾逐渐融入了草帽团当中，甚至愿意帮助草帽团将自己出卖给世界政府。但是令罗宾万万没想到的是，草帽团居然为了救他攻入了司法岛。虽然罗宾很感动，但罗宾因为童年的阴影，不相信草帽团会永远这样帮助他。他知道自己会给草帽团带来麻烦，而有一天草帽团也会因为麻烦将他舍弃，所以他制止了草帽团的营救行动。实际上，此时细心的路飞已经看到了罗宾的顾虑。路飞在确定了敌人是世界政府以后，命令狙击王击穿世界政府的旗帜，为了罗宾正式向世界政府宣战。这一举措深深震撼了罗宾。路飞不断地鼓励罗宾敞开心扉。罗宾此时想起了自己儿时的好友，自己的救命恩人萨乌罗的话：大海那么辽阔，总有一天你会遇到愿意保护你的伙伴。罗宾终于放下了心中一切的顾虑和防备，喊出了那句感动众多海迷的话：我想要活下去，带着我一起去大海吧。第二个，再见美丽号草帽团。草帽团与美丽号的缘分结于乌索普。当年看到乌索普加入的时候，感觉这个家伙除了吹牛似乎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但好歹给路飞他们带来了一艘船。我当年甚至怀疑路飞他们是为了船才让乌索普加入的，但事实证明乌索普确实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伙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美丽号是在西罗布村的时候由乌索普的青梅竹马可雅赠送给他们的，是一艘卡拉威尔帆船，由可雅的管家梅丽设计，所以船头的造型和梅丽一样，是一个羊头。在航行前，路飞自己设计了海贼旗，但因为画得太难看，后来由乌索普设计并画了出来。不得不说，乌索普在设计艺术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比如他给娜美设计的天后棒。至此，草帽团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海贼船终于形成了。梅丽号陪着草帽团走过许多地方，冒了许多险。他们去过海上餐厅巴拉蒂，接山治上船。他们一起翻越了红土大陆，前往伟大航路。他们去过冰雪国度紫谷王国，遇到乔巴。他们来到阿拉巴斯坦，拯救了薇薇安公主。他们一起飞上空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最终，美丽号陪同草帽团来到水之都，在斯巴岛终结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系列回忆的剧情中，在 TV 版的梅丽号告别篇最为情深意切。最初，草帽团的成员每个人都和梅丽号有着很多的回忆。梅丽号不再是出海的工具，早已成了草帽团的一份子。所以在水之都，当船工宣布梅丽号已经无法再修补时，草帽团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痛苦的当属乌索普。当听说路飞决定放弃梅丽号时，乌索普还与路飞干了一架，宣布绝交。而有着传灵的梅丽号在此时只能默默流泪。司法岛时，当草帽团受困时，梅丽号由传灵驱使踏上了最后一次航程，将草帽团成功解救出来。
但是由于破损严重，再也无力航行。草帽团利用火葬的方式送走了美丽号。临别时，美丽号的传灵第一次对众人说话：“对不起，本想载着大家去更远的地方，但我感觉很幸福，因为能与你们在一起。”第三个，因为是朋友啊，小冯。冯克雷可以说是路飞一路走来遇到的最奇葩、最搞怪，但是最讲义气的朋友了。起初，小冯以巴洛克工作社 Mr.2 的身份登场，与路飞等人为敌。但是由于在路飞的船上与路飞等人玩得很开心，他的模仿能力深得路飞喜欢。也许因为路飞和小冯脾气相合，也许路飞和小冯一样将伙伴看得十分重要。小冯居然就这样把路飞等人当成了知心朋友，并且舍身取义，两肋插刀，多次救路飞于险境之中，可以称得上是路飞最大的救命恩人之一。阿拉巴斯坦篇结尾，小冯变成路飞的样子吸引海军注意，成功掩护路飞等人逃离。推进成篇，小冯在监狱里更是不顾自己的性命，拼命地帮助路飞。当路飞与麦哲伦交战时，小冯多次提醒路飞千万不要和麦哲伦对打。当路飞身中剧毒时，小冯又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把路飞带到人妖乐园去救命。而最为感人的，当属路飞等人逃离推进城后，被困于海军的海流中，小冯则冒充麦哲伦，打开了正义之门，放走了路飞等人，自己则孤身面对毒王麦哲伦，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于小草帽，直到通讯终止都要保密哦。人妖的告别是不需要言语的。小峰决定留下来打开正义之门时，对慎平这样交代：他本想做一个无名的英雄，在路飞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自己默默赴死。但同样讲义气的慎平还是告诉了路飞，并且在正义之门关闭前把电话虫交给了路飞。小峰，门要关上了，我们就要走了，谢谢你。最终小峰还是没忍住，在电话虫电波断线之前联系了路飞。小草帽，一定要救出哥哥啊！在监狱里，那朵盛开的友谊之花在淡淡的波纹上留下了一片相似的花瓣，有朝一日将使之再度绽放。最有骨气和男人气概的人妖冯克雷，当麦哲伦问小冯还有什么遗言时，小冯则满足地笑道：了无遗憾。给力的是，麦哲伦不仅任由小冯和路飞通完了电话，而且最后也没有痛下杀手，只是把小冯关押了起来。不得不说，麦哲伦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第四个，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艾斯，艾斯的死想必能排进海贼王最让人悲伤排行榜前3了吧。这位从出场开始就以强悍的实力、绚丽的招式、帅气的颜值以及对路飞的温柔宠溺而疯狂吸粉的大哥，居然就这样死了，让人觉得十分惋惜的同时也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出身的关系，艾斯很小就背负上了恶魔之子的恶名。提到他，很多人想到的是海贼王的儿子，恶魔的后代，所以艾斯很小就表现得十分暴躁，更恨恶自己的出身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直到艾斯遇到了路飞和萨博，遇到山贼达旦，艾斯的性格才逐渐转变。成年后，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家人一词。在白胡子和旗下伙伴的影响下，艾斯逐渐变得温柔成熟。实际上，在艾斯的这条故事线上，艾斯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死里逃生，但是艾斯并没有那么做，他放弃了那些机会，选择了死亡。比如在追杀黑胡子时，在与黑胡子正面交手时，艾斯很快就知晓了黑胡子的暗暗果实能力十分变态恐怖，完全可以压制烧烧果实的发挥。但是艾斯没有退缩，而是正面硬刚。在顶上战争时，艾斯本来已经脱离海楼石的控制，可以和白胡子海贼团一起逃离战场，但是由于赤犬对白胡子的侮辱，艾斯咽不下这口气，选择了回头。最后，艾斯也是因为了救下被赤犬盯上的路飞，而硬扛了赤犬一拳，悲壮死去。也许这就是艾斯，他固执，他耿直，他讲义气，他有着和烧烧果实一样刚烈的性格。面对死亡，他毫不退缩；面对敌人，他分毫不让。他不像黑胡子一样圆滑世故，见好就收，不求便宜，但求自保。艾斯做不到这些，他敢爱敢恨，单纯耿直。不论对伙伴的保护，还是对弟弟的保护，或者是对白胡子尊严的维护，艾斯都是一根筋一样贯彻到底，绝不妥协。这就是艾斯，让人敬佩又喜爱的艾斯。第5个，绝对不要再回到这里。雷九，山治小时候的故事让人看一次悲伤一次。在文斯莫克那样没有丝毫温暖亲情感情的家庭中生存，很难想象童年山治遭受了怎样非人的痛苦折磨。到底是怎样的恶魔父亲能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把孩子当作战争工具培养，从小剥夺孩子的情感，让他们成长为一个冷血的工具人？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幸运的，山治因为母亲的关系，没有受到父亲那种药物和训练的影响，而是以一个真正人类的身份慢慢成长。
他善良天真，他知喜乐有感情，他会笑会哭，会因为母亲生病而在心里担忧。结果就因为山治有人类的感情，无法被完全培养成战争机器，在武力值方面，山治远不如另外4个兄弟姐妹领悟得更快，因此常被兄弟们欺负，被父亲无情抛弃，甚至给他戴上面具丢在大牢里自生自灭。当雷九后来帮助山治逃脱时，加治居然说千万不要说是我的孩子，给山治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躲在暗处的雷九也难过的痛哭起来。雷九从小一直扮演着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他表面上亲近兄弟们和父亲，但是心里却担忧山治。在看到山治不断遭受来自家族和亲人的折磨和侮辱之后，雷九最终也忍无可忍，冒着被父亲责罚的危险将山治放走。儿时的雷九最后对山治说的那句话：大海非常广阔，不要回到这里，你一定会遇到真心对待你好的人，快跑，不要回头。让还是一个孩子的山治一边大哭一边不顾一切的奔跑，最终逃离了那个恶魔的家族。好姐姐雷九的形象也就此深扎在山治的心里。讽刺的是，加治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在多年后的今天竟然扛不住失败品山治的一脚，他们只能依靠要挟人质这种卑鄙的手段才能将山治打倒。第6个，真他妈受您关照了，山治。山治的童年伴随着极度灰暗和痛苦，在好姐姐雷九的帮助下，山治终于逃离了那个给他造成巨大伤害和阴影的文斯莫克家族，乘上了开往东海的船只，结果却遇上了大海盗红脚哲夫。山治觉得自己早晚会被这个恶人相老头子杀死。不久之后，哲夫的船遇上海难，哲夫为了救山治断了一只脚，动画剧情漫画7卷是哲夫自己断的脚吃了。然后两人飘到一个荒岛，哲夫将收集来的食物全部给了山治，自己则留了一袋子财宝欺骗山治。当山治饿红了眼，想要杀掉哲夫夺取他的食物时，却发现了真相。山治终于遇到了姐姐雷九说的那个真心待自己好的人。从此山治开始一心一意跟着哲夫学习厨艺，学习做人的道理。不论多么穷凶极恶的人都会饿肚子，只要需要食物就要给他做饭吃，不要浪费食物，对女士要绅士。欧布鲁蓝海是真实存在的。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山治逐渐将哲夫从敌人当成恩人，而在最后离别时，从小没有感受过父爱的山治已经将哲夫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当路飞的草帽团来到海上餐厅巴拉蒂时，路飞诚邀山治加入他们。一开始山治是拒绝的，但是细心的哲夫看到了山治对欧布鲁的向往，看到了他脸上的期待和兴奋，但哲夫知道山治舍不得他们，也不放心离开巴拉蒂。于是在战败克里克后，哲夫和巴拉蒂的所有船员们上演了一出赶走山治的戏码，想尽办法侮辱山治，惹恼山治。待山治真的生气之后，哲夫偷偷和路飞说道：把那小子带走吧，去伟大航路是他的梦想。在知晓了哲夫和船员们的良苦用心后，山治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巴拉蒂。临行前还与哲夫斗嘴，两人都是刀子嘴的人，表面上丝毫不会服软，都表现出了对对方的极度厌烦。山治本想就这样像个男人一样潇洒的一走了之，结果哲夫的一句保重身体别感冒了啊，击中了山治的泪点。多年来的恩情涌上心头，山治再也端不下去，回身跪倒在地。这么多年真他妈受您关照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此生难忘。第7个，好久不见路飞。萨博。我个人觉得 TV 版当中这里渲染得非常好， TV 组在这里给路飞添加了台词，比漫画中多了一些戏份，但是却把路飞的那种由茫然到痛哭的情绪推了上去，把人瞬间带到了这种情感当中。艾斯和萨博是路飞小时候的依靠，仿佛有这两位哥哥在，路飞就可以无所畏惧，可以活得潇洒自在。但由于对家族环境深深绝望，萨博一人提前出海，却不幸遭遇了天龙人船只的炮击。年幼的路飞和艾斯都以为萨博已经死了，路飞也以为从此以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依靠只剩下艾斯一人。顶上战争，艾斯的死让路飞几乎崩溃。虽然此时路飞已经有了自己的伙伴海贼团，也有了自己的一方势力，他已经不是那个需要哥哥依靠才能不被欺负的小孩，但是在路飞的心里早已经把两个哥哥当成是精神支柱。艾斯死了，路飞最后一根精神支柱也塌了。德雷斯罗萨篇，路飞为了夺回艾斯的遗物烧烧果实，单枪匹马的挑战竞技场。虽然此时的路飞完全有实力与竞技场那些恶徒一战到底，但是路飞所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这些觊觎烧烧果实的各方势力，而是四面楚歌一样的局势，准备暗害路飞的多弗朗明哥家族，登陆德雷斯罗萨的海军大将等等。虽然路飞嘴上不说，
但内心深处肯定十分的无助。而萨博的出现一下子让路飞有了主心骨，不仅烧烧果实的归属不用担心，而且路飞那种久违的被照顾的感觉也回来了。烧烧果实可不能让给你啊，草帽路飞。当萨博这样和路飞说时，路飞还很迷茫，哪个家伙突然冒出来向自己宣战？但是逐渐认清了萨博的脸之后，路飞慢慢回忆起来，除了艾斯，只有一个人能这样和自己说话，那个人是自己另一个哥哥，从小一直保护自己的哥哥。第8个，我们的旅途才刚刚走到一半。路飞，伙伴一词贯穿着整条海贼王的故事线。对于伙伴，路飞视若家人，甚至由于童年的经历，路飞将伙伴看作比家人还要亲近。为了伙伴，路飞敢于挑战世界政府；为了伙伴，路飞敢于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海贼开战。这一次，路飞为了伙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闯入四皇大妈的领地，亲自要人。不知海迷们有没有发觉，实际上2年后的故事剧情，路飞等人越来越成长，挑战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但是感人肺腑的情感线似乎越来越少。而路飞硬闯单高岛接回山治，一下子让人找回了10几年前看海贼王那种动情的感觉。蛋糕岛篇，路飞突破重重难关，甚至不惜挑战将青克里架，只为接回山治。当路飞满身伤痕，高高兴兴地来到山治面前时，迎接他的却是山治的当头一脚。即便是没心没肺的路飞，想必此刻心里也大受伤害。但是直肠子的路飞不会耍什么嘴炮，讲什么让人回心转意的大道理，只是硬着头皮默默地接着山治的一脚又一脚，最后几乎晕倒在地。但是在山治登上杰尔玛的车子即将离开时，路飞还是强撑着站起来喊道：不管你踢我多少脚，疼的都是你自己。我们的旅途才刚刚走了一半，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山治一定要回来啊！如果你不在的话，我是当不成海贼王的。当路飞最后一句喊出口时，恐怕心地再刚硬，此刻也会像山治一样失控泪奔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了。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